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有些女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没有大富大贵的命，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，可是到了50岁、60岁，甚至70岁以后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，儿女孝顺，身体硬朗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敬她3分。你说这是运气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运气。反过来再看，有些女人年轻时候风风光光，什么好东西都占尽了，人人羡慕她，结果到了晚年，身边没有一个贴心的人，身体也垮了，整天愁眉苦脸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很多人会说这是命，我说对，确实是命，但命不是虚无缥缈的，它是有迹可循的。你的命运好不好，不用去找大师批八字，也不用花大钱请人看风水，你只要仔细看一个人的身上，答案早就写在那里。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，易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象。什么叫象？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本质都会通过某种外在的形态显现出来。天上的云有象，地上的水有象，山的走势有象，风的方向有象，人当然也有象。你的气色是象，说话的方式是象，走路的姿态是象，你的手、眼睛、声音，通通都是象。易经系辞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易者象也，象也者象也。什么意思？易经研究的核心就是象。你要读懂一个卦，先要读懂它的象。同样道理，你要读懂一个人的命运，先要读懂他身上的象。我研究易经超过40年，看过的人、接触过的案例不计其数。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，凡是晚年有大福报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身上就已经出现了某些记号。注意我用的词是记号，不是特征。特征是什么？是外表上显而易见的东西，高矮胖瘦，漂亮不漂亮，那是特征。记号不一样，记号是你内在的气经过长年累月的酝酿，慢慢渗透到外面来留下的痕迹。特征人人都看得到，但记号不是人人都看得到，你得有一定的阅历，有一定的观察力才能看出来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女人身上最关键的3种记号。如果3种都有，那我要恭喜你，你是真正的有福之人。不过在讲之前，我先多说几句。很多人一听到记号、面相这些词，马上就联想到迷信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天大的误解。你知道孔子晚年最喜欢读什么书吗？就是《易经》。他读到什么程度？围边3绝，把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3次。孔子是迷信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他是觉得《易经》里面有大道理，有天地运行的规律，有人生进退的智慧。我再跟你讲一件事，你去看看中医的理论基础，从头到尾都在讲气，望闻问切。第一个就是望，看你的气色。一个好的老中医，病人还没开口，他看一眼就知道你哪里不舒服。他靠的是什么？就是看你身上的相。所以你要搞清楚，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，底层逻辑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一套观察方法，不是什么神神鬼鬼的东西。你把心态放正了，我们再往下讲。现在讲到坤卦，为什么讲坤卦？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女人的福报。坤卦是易经64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卦，代表地，代表女性的力量。很多人觉得乾卦最厉害，代表天，代表龙，代表最强的阳气。这话没错，但只说对了一半。你去看看大地，大地从来不跟天争高下，他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，承载万物，河流在它上面，所有的生命
都从它里面生长出来。你说大地厉害不厉害？太厉害了。坤卦的卦辞怎么说？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这个厚字你要好好体会，什么叫厚？不是胖，不是壮，是像大地一样有深度，有承载力，有包容性。真正有福报的女人，她身上定有这个厚的质感，就体现在我今天要讲的3种记号上。我先卖一个关子。第2种记号我先不讲，但我先给你一个线索。这种记号跟易经里面的离卦有关，离为火，为日，为光，也为木。这种记号跟你的眼睛有关系，但是请注意，我说的不是你的眼睛大不大，双眼皮还是单眼皮，那些是特征，不是记号。这个记号比那些深得多，妙得多。等我讲完第1种记号再回来讲这个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要先按住不说。好，我们来讲第1种记号。你平常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时候你遇到一个人，他还没走到你面前呢，你先听到他说话，他一开口，你心里莫名其妙就觉得很安定，很舒服。他说的也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普通的话，但你就是愿意听。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？这就是第1种记号，声音里的沉。你不要小看声音这件事。中国古代有一门学问叫声相学，专门研究一个人的声音跟命运的关系，流传了几千年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声音是什么？声音是气振动的结果。你的气充不充足，你的气沉不沉得下去，全部都反映在你的声音里面。一个人的声音其实就是他体内之气的报告书。我跟你讲，坤卦6二爻是坤卦最关键的爻，因为它处在下卦的正中位置，阴爻居阴位，得位又得中，是坤卦里面最好的位置。这个爻的爻辞怎么说？直、方、大，不习无不利。这6个字非常了不起。直是正直，方是方正，大是宽广。一个人做到了正直、方正、宽广，他不用刻意去学什么，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差错。你注意那个不习无不利，不习就是不用刻意练习，无不利就是没有什么不顺利。这跟声音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你去观察那些声音沉稳的女人，她们说话的方式一定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不急，她不会急着把话说完，有自己的节奏。第二，不争，他不会抢话，不会用音量压人。第三，不飘，他的声音不会忽高忽低，飘忽不定，像一条稳稳的河流，从容地流过去。不急对应直，因为正直的人内心没有恐惧，所以说话不急。不争对应方，因为方正的人守得住自己的分寸，所以不需要用声音去争。飘对应大，因为心胸宽广的人气场自然沉稳，声音就不会飘。你看坤卦6二爻的智慧，完全可以用来解读一个女人声音的品质。我再从八字命理的角度帮你分析。八字里面有5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每一种5行都对应一种声音的质感。金的声音是清脆的，木的声音是高亢的，水的声音是柔滑的，火的声音是急促的，土的声音是浑厚的、沉稳的。那些说话声音有底的女人，我说的底就是那种沉得下去的感觉，不是低沉到听不清，而是声音里面有一种分量，这样的女人。八字里面的土气一定是够的。土代表根基，代表稳定，代表承载力。一个八字土气充足的人，根基扎得深，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都不容易被动摇。你去看看那些一辈子大起大落、晚年凄凉的女人，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说话声音尖、急躁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气浮在上面，
沉不下去，气沉不下去，根基就不稳。根基不稳的人，年轻时候靠运气也许能风光一阵，但到了晚年，运气一过，根基的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。风水学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叫藏风聚气。好的风水宝地一定是能把气聚住的地方，四面有山环抱，前面有水缓缓流过，气在里面循环积累，越来越旺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地方四面透风，气来了马上就散掉了，那这个地方再怎么看都不是好风水。你把这个原理用在人身上，一模一样。声音尖锐急促的人，就像四面透风的地方，气留不住；声音沉稳浑厚的人，就像山环水抱的宝地，气自然而然就聚起来了。气聚则福聚，这不是我发明的道理，这是几千年老祖宗观察出来的规律。我再讲一个跨界的例子，你就更容易理解了。古琴你知道吧？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，古琴的弦传统上用的是丝弦，就是蚕丝做的。丝弦弹出来的声音跟后来改用的钢弦完全不一样。丝弦的声音是什么感觉？浑厚、温润、有余韵。你弹一个音下去，那个声音不是叮一下就没了，它会慢慢的散开，慢慢的消失，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荡出去。钢弦呢，声音很亮，很清脆，穿透力很强，但是它缺少一样东西，厚度。古人为什么偏偏选丝弦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声音要厚才能远。什么叫远？不是音量大，传得广就叫远，是那个声音里面有深度，有余味，听完之后还留在你心里面，那才叫远。女人的声音也是这样，那种沉稳的带着厚度的声音，你听了之后会觉得安心信任。这种安心和信任就是福气的开端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信任上面。一个让人感到安心的女人，她的人际关系差不了，她的家庭差不了，她的晚年也差不了。这就是第一种记号，声音里面有沉有厚，就像大地一样稳稳地托着一切。好，第一种记号讲完了，现在你可能在想第二种记号是什么？我前面跟你提过一个线索，跟离卦有关，跟眼睛有关。但是别急，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。你先忘掉离卦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眼神飘的人？就是你跟他面对面坐着聊天，他的眼睛看你，不是害羞不敢看，是他根本定不住。他一会儿看看左边，一会儿看看右边，一会儿又低头看手，眼珠子像水上的浮萍一样到处飘。跟这种人聊天，你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，你总觉得他心不在焉，或者他在隐瞒什么，你对他讲的话自动就打了折扣。现在我再问你，你有没有遇过另外一种人？他看着你的时候，眼神是稳稳的，安安静静的，不凶也不媚，就像一潭很深很清的水。你被他看一眼，不会觉得不舒服，反而觉得被理解了，被接纳了。这就是第二种记号，眼神里的定。现在我来帮你接上前面的线索。离卦在易经里面代表火，代表太阳，也代表木。所以古人讲木为心之苗，你的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，这话我们都听过，但大部分人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深意。你心里是什么状态，你的眼睛就呈现什么状态。心里浮躁，眼神就飘；心里焦虑，眼神就闪；心里有恐惧，眼神就躲；心里有贪念，眼神就黏。只有心里安定的人，眼神才能定。这个定字很讲究，佛家讲戒定慧，定是核心；儒家讲知止而后有定，定也是核心。易经呢，易经讲真，你去看离卦的卦辞，离利贞，亨去聘牛吉，利贞
就是利于守正。这个真跟定是一体两面的东西，你守得住正，你才定得下来。但是你注意后面那句去聘牛疾，什么叫去聘牛？就是养一头母牛。这里面非常有意思，离卦是火卦，火的性质是向上外散的张扬的，但是卦辞偏偏要你养母牛。母牛是什么性格？温顺沉稳，能忍耐。这就是易经高明的地方，它不是叫你灭掉火的能量，而是叫你用母牛的沉稳去驾驭火的光明。火还是在的，光明还是在的，但是你不会被它烧掉，因为你有那份定力。这放在女人身上来讲，就是说一个有大福报的女人，她的眼神里面是有光的离卦之火，给了她光明、智慧、洞察力，但她的光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，而是温温润润、沉沉定定，像母牛一样温和却有力量。这种眼神你看一眼就能感觉到，她不需要用瞪的方式来表现强势，也不需要用媚的方式来讨好别人，她就是安安静静的看着你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心里有东西，这个人不简单。我从八字的角度再帮你补充一层，八字命理里面有一个说法叫日主有根，就是你八字里面的日干代表你自己的那个天干，它在地支里面有根基。日主有根的人性格稳定，意志坚强，不容易被外界动摇。反映到面相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眼神定。你去看那些八字日主无根的人，一般来讲眼神都比较飘忽，不是说他们不好，但他们的定力确实不够，遇到事情容易慌，容易受别人影响，做决定也犹犹豫豫。这种人的福报往往是打折扣的福报来了，你接不住啊，你定不住，好东西来了你也守不住。再从面相学来看，眼神定的女人，她的印堂通常也是开阔明润。印堂就是两个眉毛中间那个位置，面相学里面叫命宫，连名字都叫命宫了，你说它重不重要？印堂开阔意味着心胸开阔，不钻牛角尖。印堂明润意味着气血畅通，运势正旺。一个印堂开阔明润的女人，再配上沉定的眼神，这在面相学里面叫做神清气朗。有这种面相的女人，做事情有主见，遇到困难不退缩，跟她在一起的人都觉得有依靠。你看我讲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第一种记号跟第二种记号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？你感觉对了，这两种记号确实不是各自独立的，它们之间有一条暗线连着。现在我回过头来给你把这条线揭示出来。声音的沉对应的是坤卦，眼神的定对应的是离卦，坤在下，离在上。坤下离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卦吗？这是易经64卦里面的静卦，火地静。静卦的卦象是什么？太阳从大地上升起来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大地是沉默的厚重的一片漆黑，然后太阳慢慢从地平线上冒出来，光芒一点一点的照亮大地，这就是静卦的意象。静卦的卦辞说，康侯用西马欢树，昼日三阶，翻成白话就是有功的诸侯受到天子赏赐良马，天之内被接见3次。这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，终于被赏识、被重用、被厚待。你现在明白了吧？为什么有些女人年轻时候平平淡淡，不出头不张扬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，可是到了中年以后，突然好像什么都顺了，家庭和睦了，事业也起来了，身边的人对她越来越尊敬，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，说她是晚运好。其实哪有什么晚运好，她身上那2个记号，声音的沉，眼神的定，老早就已经告诉你，她是一个静卦命格的女人。
大地一直在那里，太阳也一直在那里，只不过太阳要等到时候到了才会升起来。你不能说太阳在地平线下面的时候它不存在，它只是在等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第二种记号的时候要先卖一个关子，因为第二种记号单独拿出来看，你可能只会觉得眼神定力不错，但当你把它跟第一种记号合在一起看，放到卦象里面去理解，你就会发现这两个记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命运命，厚积薄发，光明终将到来，这才是易经的智慧。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看事情，它讲的是关系，是组合，是变化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第三种记号，但在讲之前，我要先提醒你，这第三种记号才是今天最关键的一种。前面两种记号，一种是你听到的声音，一种是你看到的眼神。这第三种记号呢，你看不到，也听不到，你必须跟这个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，你才能感受得到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身体接触是什么？握手。对，第三种记号就在手掌上，但是我说的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掌纹。掌纹那套东西太表面，也太容易被误读了。我说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东西，手掌心的暖。你回忆一下，你有没有握过一种手？那只手伸过来的时候，你还没使劲呢，先感觉到一股暖意，不是那种出汗的湿热，而是一种干燥的柔和的温暖，就像冬天抱着一杯热茶那种感觉。你再回忆一下，握过那种手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相处，特别让人觉得亲近？这不是你的错觉，这是有道理。中医讲阳气，阳气是什么？阳气是人体内最核心的能量，是维持你生命运作的根本动力。阳气充足的人，手脚温暖，精力充沛，面色红润；阳气不足的人，手脚冰冷，容易疲倦，面色灰暗。一个女人手掌心常年温暖，说明她的阳气充足，而且阳气能够通达到四肢末端。这在中医看来叫做气血行畅，在易经看来叫做阴阳交感。为什么叫阴阳交感？因为手掌心在经络上属于心包经和心经的范畴，心属火，属阳，手掌属于四肢末端，是身体的外围，相对偏阴。阳气从心脏出发，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手掌心，让手掌心保持温暖。这就说明这个人体内的阴阳是交通的融合。这对应到哪卦？太卦，地天太。太卦的卦象是坤在上，乾在下，看起来好像反了天，怎么跑到地下面去了？但易经的智慧就在这里，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两股气在中间交汇融合，天地通泰，万物生长。如果反过来呢？乾在上，坤在下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看起来好像很正常，对不对？错了，天气一直往上跑，地气一直往下沉，两股气谁也碰不到谁，互不交流，那就是否卦。否就是不通，就是闭塞。你看，这就是易经了不起的地方，它告诉你，真正好的状态不是各归各位，而是互相交融。阴阳交融才能生发，才能通泰，才能有生机。一个手掌心温暖的女人，她身体里面的阴阳就是交融的，通泰的。你跟她在一起，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舒服放松，因为她身上的太气会影响到你。我再从八字命理的角度给你补充一层，八字里面有一个概念叫调候。什么叫调候？就是一个人的八字冷还是暖。八字太冷的人，比如冬天出生，水旺金旺，缺火缺木，他的命格就偏寒。寒命的人做事情往往缺乏热情和冲劲，贵人运也比较弱，因为寒则凝，凝则滞。
反过来，八字中带有适当的火和土，命格温暖的女人，她的人缘天生就好，因为人都是趋暖避寒。你跟一个暖命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很自在。这种人走到哪里，身边都不缺朋友，不缺贵人。他不是刻意去讨好谁，而是他的气场本身就是温暖的，吸引人的。手掌心的温暖，恰恰是这种暖命在身体上的具体表现。我还要讲手掌的另外一个特征，厚实。你去注意观察，真正有福报的女人，手掌往往是偏厚实的，肉多骨少，这在相学里面叫有肉不露骨，是一种藏的智慧。你知道风水里面为什么强调藏吗？藏风聚气，关键在一个藏字。好东西不是没有，而是要藏得住。你看那些名山大川，真正的风水宝地都在山坳里面，不在山顶上。山顶上风大，什么都留不住。山坳里面四面有山护着，气都聚在里面，所以那个地方才养人，才出贵人。手掌也是一样，手掌厚实的人代表他藏得住，藏气、藏财、藏福。手掌薄的人，骨头突出的人，不是说没有福气，但他的福气容易来了又走，留不住。还有一个细节，指缝，你把手指并拢，对着光看，如果指缝之间几乎没有缝隙，这叫聚财手；如果指缝很大，光都能透过去，这叫漏财手。这在相学里面流传了上千年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你看漏这个字就很形象，缝隙大，东西就漏掉了，再多也存不住。所以第三种记号，手掌心的暖，它不只是一个温度的问题，它背后关联的是你整个身体的阴阳平衡，是你八字命格的寒暖调候，是你能不能藏风聚气的问题。好了，三种记号我都讲完了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三种记号看起来好像是三件独立的事情声音，眼神、手掌，但它们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同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个字，厚。声音沉稳是气之后，眼神沉定是神之后，手掌温暖是气之后，身后神，神后气，气血身后三合一，就是坤卦所讲的厚德载物。你注意，我用的是载物，载是承载、托举的意思。福报是什么？福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福报是你的生活、家庭、人际关系、健康、事业，所有这些事物，你有没有福报？关键看你能不能载住这些东西。有些人运气来了，好机会来了，贵人出现了，但是他载不住。为什么载不住？因为不够厚，声音不厚，说话不得体，把人得罪了；眼神不厚，做事没有定力，半途而废了；手掌不暖，缺少温度，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。你看，再好的运气到了一个不厚的人手里，照样留不住。反过来，一个善后兼备的女人，即使她的运气并不特别好，她也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幸福的味道，因为她的声音让人安心，她的眼神让人信赖，她的手掌让人温暖。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，就是最强大的人和力，你知道吗？风水界有一句老话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。很多人就盯着前三个不放，天天想着怎么改命，怎么转运，怎么调风水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一个人最大的风水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是你自己。你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风水。你走到哪里，你的气场就带到哪里。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，用的是什么样的风水格局，那些都是外在的辅助。真正决定你福报的是你自身的气场，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三种记号所代表的东西。
一个声音沉稳的女人，她待在哪里，哪里就安静；一个眼神沉定的女人，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安定；一个手掌温暖的女人，她握住谁，谁就安心。她自己就是一个风水宝地，她到哪里，哪里的气场就好了。所以你不要本末倒置，先把自己这个风水修好了，外面的风水自然就顺了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曾老师，你说的这3种记号是不是天生的？如果我天生声音就不厚，眼神就不定，手掌就冰冷，那我是不是就没有福报了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的回答是，不是。这3种记号有先天的成分，但更重要的是后天。你的先天八字决定了你的起点，但不决定你的终点。易经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？是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你的命格不是铁板钉钉，它是可以调整的，可以优化的。怎么调整？我给你3个方向。第一，养气。气是一切的根本。声音厚不厚，看的是气；眼神定不定，看的是气；手掌暖不暖，看的还是气。你把气养好了，这3种记号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怎么养气？第一个方法，少说话。我不是叫你不说话，是叫你不要说废话。你观察那些长寿的老人，10个有9个都不爱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说话是很耗气的，你一天到晚讲个不停，气全从嘴巴跑掉了，还能剩多少？道德经里面讲，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什么叫守中？就是把你的气守在身体的中心丹田的位置，少说话，气就往下沉，气沉到丹田，你的声音自然就有底了，你的眼神自然就稳。第2个方法，静坐，不是叫你去打坐修禅，不用那么复杂。你每天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坐在那里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想，就静静的待15到20分钟。刚开始你会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脑子里面各种念头乱飞，没关系，不要管它，让它飞。慢慢的，那些念头会越来越少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安静。心静则气定，气定则神灵。你的眼神为什么会飘？就是因为你的心太躁了，念头太多了。当你学会静下来的时候，你的眼神自然就定了。第3个方法，多接触大自然。你去山里走走，去海边坐坐，去树林里面深呼吸，大自然的气是最纯净、最充沛的。古人为什么喜欢在名山大川里修行？就是因为那种环境的气场特别好，人在里面待着，不用刻意做什么，气自然就养起来了。第2，养心。养心是养眼神。你的眼神为什么不定？因为你的心不定。你的心为什么不定？因为你的心里面装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，欲望、焦虑、比较、怨恨，这些东西占满了你的心。你的心就像一面蒙了灰的镜子，什么都照不清楚。怎么养心？读经典。我说的不是叫你每天背多少书，而是找一本真正有深度的经典，《论语》也好，《道德经》也好，《易经》也好，每天读一小段，慢慢读，仔细想，经典的文字是有力量，它能够帮你把心里面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清理掉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反省，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。你不用做到3省，每天临睡前花几分钟想一想，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，有没有说错什么话，有没有亏欠什么人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的心会越来越清明，你的眼神也会越来越有光彩。离卦的那个去聘牛，你还记得吧？养一头母牛，母牛就是你的心，火是光明，是智慧。但你要用一颗温顺沉稳的心去驾驭它，不然火一旦烧起来控制不住，
那就不是光明了，是灾难。第三，养德，养德是养手掌的温度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奇怪，养德怎么会跟手掌有关系？我跟你讲一个道理，一个人如果长期做损人利己的事情，长期心怀怨恨和嫉妒，他的身体会有反应的。中医讲七情伤身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你长期处在负面的情绪里，你的脏腑就会受损，气血就会不畅，手脚就会冰冷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如果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心态平和，他的身体也会有反应。善意会让你的大脑分泌某些物质，让你的心血管放松，让你的气血畅通。这不是我信口胡说，现代医学也在慢慢证实这些事情。所以养德不是一个道德口号，它是有实际效果的。你做善事，存善心，说善言，长期下来，你的气血真的会变好，你的手掌真的会变暖。你不信可以试试看，给自己半年的时间，每天至少做一件让别人开心的小事，哪怕只是对陌生人微笑一下，帮邻居提一袋东西，半年以后，你再来感受一下你自己的状态。易经坤卦的文言传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句话你一定听过，但大部分人只把它当成一句劝人为善的话，没有往深处去想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积善之家定有余庆？余是什么意思？是剩余的，多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行善积德，不光是当下获得好报，还会有多余的福气溢出来，惠及你的子孙后代，这就是载物。你的德行够厚了，你能承载的福报就越多，不仅自己够用，还会有余的部分留给后人，这不就是大福报吗？你看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智慧，归根到底就是这么简单，做一个厚道的人。厚道不是老实巴交，任人欺负，厚道是你内心有力量，但是你不随便使用这个力量。你有本事，但你不拿出来压人；你有脾气，但你选择忍让；你看透了很多事情，但你不到处说破，这才叫厚道。一个厚道的女人，时间久了，她的声音自然就沉了，因为她不需要通过大嗓门来证明自己。她的眼神自然就定了，因为她心里有底，不需要到处张望寻找安全感。她的手掌自然就暖了，因为她的心是暖的，气血顺畅，温度自然传达到手掌上。这就是我说的福报，不是求来的，是长出来的。它从你的内心开始，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，慢慢渗透到你的身体上，形成了这些记号。等到你晚年的时候，这些记号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福气、健康、和睦、安宁。我在开头跟你讲的那种女人，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晚年过得特别好，他们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年轻时候就在养气、养心、养德，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人注意到，因为养这个过程是无声无息的。就像种子在泥土里面发芽，你看不见，但它一直在生长。等到时候到了，太阳从大地上升起来，火地尽光芒照亮一切，那些早年播下的种子全部结成了果实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曾老师，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做起来太难了。我知道改变自己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你注意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叫你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我叫你做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，少说几句话，每天静坐15分钟，多亲近大自然，读几页经典，临睡前反省一下，对别人好一点。这些事情难吗？不难，但难在坚持。你今天做了，明天忘了，后天又想起来做，大后天又偷懒了，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，什么效果都没有。
易经乾卦有一句话，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意思是整天都勤勤恳恳，到了晚上还要提醒自己不能松懈，这才是修行的态度，不是一天吃成一个胖子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走，每一天都往前走一小步，一年下来你就走出了很远很远。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看到太多的人，不光是女人，男人也一样，本来有很好的根基，很好的命格，但就是因为不肯坚持，不肯沉下来，结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也看到一些人先天条件并不出色，八字也不是特别好，但他们就是扎扎实实的过日子，一点一点的积累，到了晚年反而过得比谁都好。命运是什么？命运不是一条固定的轨道，命运是你先天的底子加上后天的选择和坚持，两者合在一起的结果。你改不了你的先天八字，但你能改你的后天作为足够好，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，甚至可以超越先天的局限。这就是易经的核心信念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第四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乾坤两卦一起看才是完整的。你不光要有上进心、自强不息，你还要有厚度、厚德载物。光有冲劲没有厚度走不远，光有厚度没有冲劲起不来，两者兼备才是真正的大格局。我再讲最后一层，这三种记号声音的沉、眼神的定、手掌的暖，它们之间还有一个更深的联系，我必须点出来。声音走的是耳朵，这条通道属于肾，属于水；眼神走的是眼睛，这条通道属于心，属于火；手掌走的是触觉，这条通道属于脾，属于土、水、火、土。这三种五行凑在一起，恰好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。水润下，火炎上，土居中调和。水太旺了会泛滥，火太旺了会焚烧，但有了土居中调和，水火就能够济济，互相制约，互相滋养。水火济济是易经第63卦，济济的意思就是已经成功了，你看到了吧？当一个女人身上同时具备了声音的沉水、眼神的定火、手掌的暖土，她的五行就自动形成了一个济济的格局，一切圆满，一切通达。这就是大福报的终极密码。但你要记住，济济卦后面还有一个卦未济，未济就是还没有完成。64卦以未济收尾，意思是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完成。你今天有福报，不代表你明天还有；你今天身上有这三种记号，不代表你可以高枕无忧。福报是需要不断维护的，就像一棵树，你种下去了，还要浇水、施肥、修剪，你一偷懒，它就开始枯萎。一个女人即使身上有了这三种记号，如果她开始骄傲了、懈怠了、忘本了，这些记号也会慢慢消退。声音可以从沉变间，当你开始抱怨、计较、争吵的时候；眼神可以从定变散，当你开始焦虑、贪婪、患得患失的时候；手掌可以从暖变冷，当你开始冷漠、自私、与人疏远的时候。所以有福报不难，难的是守住福报。怎么守？还是那句老话，厚德载物。你的德行有多厚，你的福报就能载多久。我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，你想知道一个女人有没有大福报，不用去算命，不用去看风水，你就去感受她的声音、她的眼神、她的手掌，这三样东西骗不了人，因为他们不是装出来的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。
而你如果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大福报的女人，也不用去求神拜佛，不用到处找大师，你就从养气、养心、养德开始，天一天的做，一年一年的坚持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的声音变了，你的眼神变了，你的手掌也变了。那一天就是你的火地尽，太阳从大地上冉冉升起。我跟你讲的这些道理，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，都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看透了的东西。易经就摆在那里几千年了，谁都能去读。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读了一辈子也没读懂？因为他光是用脑子在读，没有用身体去实践。易经从来不是一本让你用来算命的书，它是一本教你怎么做人的书。你读懂了它的道理，还要把它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，用到你说的每一句话里面，用到你看人的每一个眼神里面，用到你伸出去的每一只手里面。当你的言行举止都合于义理的时候，你的命运自然就好了，不是你算出来的好，是你活出来的好。这才是易经最大的秘密，不是卦象在替你做主，是你自己在替自己做主。卦象只是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自己而已。你看见了，你改了，你的命就变了。你看见了不改，那镜子照了也白照，天地不言。但他把所有的答案都写在那里了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你的声音里有答案，你的眼神里有答案，你的手掌心里也有答案。这些答案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写的。你过去几十年怎么做人，怎么处事，怎么对待身边的人，全部写在这些记号里面了。你想要大福报，先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那3种记号。有的话，恭喜你，继续保持；没有的话，也不要丧气，从今天开始养，什么时候都不嫌晚。坤卦初六爻辞说什么？履霜坚冰至，脚底下踩到了霜，就知道寒冷的冰天雪地快要来了。这是提醒你，万事都有先兆。反过来说也一样，你今天开始种善因，总有一天会结善果。霜是冰的先兆，而你今天的每一个善举，就是明天福报的先兆。不要急，不要躁，慢慢来。大地从来不急，太阳也从来不急，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。你现在听到的这番话，就是你的履霜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脚步了。